今天我们要介绍新手养蛙，就是要可以给蛙吃什么东西。那我们刚刚已经去了一趟鱼中鱼，那鱼中鱼就是你家巷口的水族馆，它理论上他们应该都要有可以轻易买到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买了3个小蛙饲料，这个是高够力，然后这个是 Roommate， 就是一个牌子，它是角蛙的饲料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海丰的，那这3款饲料就是比较常见的饲料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几个青蛙会不会吃。那今天我们准备了4只草莓大军，4只的放旁边，然后它这4只都是草莓，然后这是幼蛙。但有几只比较大只，那是个体差异，对。但这4只都是草莓或者水的，流出来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。我先喂第一只，把它拿回来。哇，水好多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在一个台子操作。好，我们先开那个，我很少在用饲料，我试试看，高够力。哇，可以看它里面是一条一条的，有很重的鱼腥味。今天晚上可以吃真鲜。好，这样子。他说，把饲料浸泡泡水1到2秒，不可持续性的喂食。还有讲一个介绍，就是小蛙不要一天到晚吃一样的东西，就跟人一样。你吃一样的东西，你就会营养不够。好，我把它泡了1秒，拿起来。那我先减掉1/3是不小心的，然后再来是，其实青蛙它的喂食量大概是它像幼蛙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到有人讲到1/3，有人讲它身体的1/3，但我觉得1/2是可以的。好，去。哦，这只青蛙很吃掉了。哦，它不吃，吃掉了。我们的草莓1号，他吃了，现在含在嘴巴里。但是他这辈子第一次，很吃果然不是很喜欢，平常吃太好了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吃掉半颗，又吃了，什么感觉啊？吃，吐出来，又回吞，它是牛嘛？好，现在下去看，哇，它咬得很紧，还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它现在，我觉得它算吃掉了，因为它已经吞下去了。等大家吞咽一下，因为如果说我发现这种饲料泡水泡太久，它会软掉。那太软的状态下，我想口感应该很差，就像你不太喜欢吃流质的东西，你应该，哇，好，他把剩下的吃完了，他全部吐出来，好，我们会建议通常大家会建议喂角蛙饲料，是因为它毕竟是你没有那种杀生的感觉。可是我必须要讲，就是就像人家跟你说你要吃素食，你可能吃素，你可能也是心里会觉得说肉这么好吃，但因为不是肉，这些肉不是你杀的，所以你愧疚感会少一点。那我讲这是能量的转换是自然的现象。好，我不想浪费，但是我看它好像已经差不多了。好，这种就是泡水之后的饲料，它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泡水会胀，所以你真的不能喂太多，不然它整个肚子里都会是饲料。它不理我了，就这样，应该算成功。它吃下去了，那我们先把它抓起来，然后清理一下台面，换第2只。没关系。那这是第2罐，这是也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牌子，叫 Roommate， ROO。
然后 MAD， 一个很有名的世界的大牌子。那我先打开来看，说实话，哦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他说里面有汤匙啊，附赠的汤匙，然后放在喂食盘中。哇，这不是很啊！我看到摸到，有点恶心。第一次使用是这样没错。好，那刚好里面就有一匙。那他说放在喂食盘中，我是不是很清楚？那我想他应该也就是泡水2秒了。那我再那一点水适量，因为我觉得下去就完蛋了。很硬拍啊，搓不下来。好，我觉得直接是粉状的啊，那我会非常的困惑，要怎么让蛙可以吃到这个东西？要把它揉成球嘛？因为你说它的上面的说明是2秒，那我觉得有点困难，因为第一个是已经整个烂的。那我要先讲，就是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东西，我不习惯。那它是不是正确的用法？我刚才也只是大概看一下，它的意思是说，我念给你听哦。加入适当的水，将其搅拌均匀，然后你捏成球状，就是有点多。好，再试一次，一点点水，捏成球状。好，这水很少咯。有，我感觉到有点像面团。因为通常加水会捏成球状可以喂的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有加了很多的面粉。那刚感觉起来第一个比较顺利啊。那如果你在喂食的时候，你的手会看起来有点恶心。好，一颗球，但是有点小，我再捏一颗球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味道，因为它闻起来像它的，我觉得它跟传统的那种就是鱼腥味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它有很多就是没有那么自然的味道。那我再加多一点，是因为我不知道它需要多少水。好臭，怎么办？我要加点水。抱歉，是第一次这样，我想大家应该会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。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我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，那像我这种人都可以养青蛙养很久，我想你应该可以。好，比较大颗一点，但是跟我要求的量还是不太一样。如果今天是他的一餐的话，我需要他到身体的1/2。我觉得我好像在教小孩子做蛋糕，面团。好吧，我就先这样子把它当一颗球。那这是我们第2只青蛙，我先把它抓出来。我等一下会把它清理得很干净。那因为我抓过很多次，所以我觉得它不会咬我。这是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。好，现在我还是拿起夹子，因为我觉得夹子是最好的方式。第一个是用夹子的话，你不会痛，它咬你不会痛，这是废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量，这个量来讲真的是只有它的1/4不到。哦，很快就吃下去了。那我要讲说，这也是这只青蛙第一次吃这种东西。那通常对于第一次，每个人都就是每个动物都一样，他不知道可不可以吃的时候，他会先吃进去，然后吐出来啊。那我现在动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食物。那我先讲这些蛙他不喜欢，这些蛙已经1周没有吃过东西了，所以原则上他应该是很饿。好，我把它变回一颗球，比较好喂。尖尖的我觉得会比较好喂。希望这次可以顺利。好，它正在吞咽，你们看到它的眼睛是闭起来。好，吞完了，它知道可以吃了。我们看看它会不会把剩下的吃掉，因为它这个量真的太少了。
你只能趁它嘴巴打开的时候往内塞。哦，成功。通常青蛙已经吞到喉咙的东西，它舍不得吐出来。它吞下去了。好，那量不是那么够。那我觉得，如果说大家使用这个牌子的话，就要注意一下它的水量不能太多。那第二只蛙成功，草莓角蛙这些都很漂亮啊。好啊，今天就是终于第三个这个是国际知名啊，没有啦，这个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海丰饲料。听说海丰的饲料很棒哦，对，绝对没有接业配。好，这种的封口的非常难开，所以我可以确定。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，所以我就直接从中间剖开了。哇，你看这个不错，最起码我可以看到它的汤匙，对。它的说法也是一样2秒啊，但这个最起码是一条状的哦。这种那个粉状的，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一点困扰，好不好？很困扰。这个东西其实把我手搞的都是鱼腥味，这样子我晚上就不想去吃针线啊。来的也是一样泡水2秒，但这个东西我要先讲哦，我抓一只蛙比较一下，因为这尺寸实在有点小。要咬我，我让你咬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草莓3号。都很红哦，刚好是草莓的季节。我觉得这3条可能勉强，我个人会喂到5条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喂，所以试试看。那因为水有点多，所以我还是一样把它倒在这里，因为它要2秒，有点小，困扰。但就是如果各位亲爱的厂商，如果说你要做饲料的话，拜托那个饲料要大一点，一次处理完。它其实就是让它潮湿的，让它有点湿润，所以我这样子，或许它整个浸泡在里面，但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。好入口是吧？好，希望它可以赏脸，但你要角蛙要喂5次有点困难。好，它卡住了，它的后牙让它卡住，它应该很困惑，果然不吃，但第一次都不会吃。吃，所以我们的蛙很饿，因为已经1个礼拜没吃东西。再来，好，它吞下去了，没有含在嘴巴里。那通常吞咽的动作会是眼睛闭起来，好，把蛙回到原位。我会拉扯一下，让它觉得好吃。你看2个，嘴巴里面有2颗。那它什么时候会吞呢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量其实对它来讲，它不一定会吞。那这时候如果去动挖的话，它可能会全部吐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让它吐出来，不是我们要让它再吞第3颗。回来。来，请吃芝麻。好，这饲料变软了，它已经吞下去了。来，那这一只青蛙看起来跳跃的状态是，因为现在的气温刚回温，所以它其实有点半起，但是它其实已经上礼拜已经吃过东西了。不是很顺利，我可能会到这颗喂完就好了。它这个他们是会吃的，但就像我说的，这种东西，它的这个颗粒因为比较小，所以你要喂食很多次，那的分量才会足够。所以有些人买了说我喂了1颗，那些都是不够的。已经泡水了，这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所以我就看，嘴巴还有，然后它吐出来了。好，原则上我就假装它已经吃完了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第3个角蛙饲料。好，那所以比较完的这3款的角蛙饲料，我自己个人觉得，
高够力的角鲨饲料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接下来就是我最起码就是它的颗粒比较大，那我可以用采小的方式，那我只要喂一次，如果角蛙吃的话，只要喂一次，它就会吞下去。那至于营养比的话，说实在话的成分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就我的认知是高够力还不错。那因为这都不是我的习惯，那我的习惯是蚂蚁派。那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习惯喂鱼，因为我们养的角蛙数量比较多，要这样慢慢的喂食，有点麻烦。那我今天先捞一只小的鱼，这是常见的饲料鱼做文锦。那这个尺寸非常小，那是因为现在温度刚回温。好，那我这个先拿走，我会把它。现在渔场出来的鱼都比较小，那我现在就是这个尺寸的鱼，这个有点残忍，但其实我会习惯，因为鱼本身是湿的嘛，我这边有刚剩下来的饲料，我会把它沾在它身上。那我就让它的粉沾上去，那我会沾一些粉，角蛙饲料的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单一饵料喂食其实是不好的，所以说。当然，如果说就是这个心态下去的话，那刚刚那个 Roommate 的饲料就很适合。我会把它沾在上面。那我会沾不同的粉，就是今天是 Roommate， 或者是说实在话，就是像如果说喂食朱文锦的这种鱼的话，我会加 B， 就是维他命 B， 我会加 B 群，我会加这个粉，我会加虫粉等等之类的，就是我会让它就是每周都吃到除了鱼之外还有不同的东西，不会只有单喂鱼。那这就简单多了，应该又不会浪费时间。好，第四次我们的也是一样，草莓，那非常的有精神。好，尴尬，因为刚刚被抓出来有点害怕，不管，成功了。啊，通常啊，就是这是他熟悉的味道，他不太会吐出来。它会，而且我说的，它的东西够大的话，它会想要吞下去。好，如果说我们今天喂的是蟋蟀的话，也是可以，就是让它身上沾湿沾粉，像沾钙粉啊，沾其他的东西，我觉得都很适合。好，那现在鱼的尾巴还在这，看到吗？那它会吞下去的，看到吗？看到了，把它放下来。好，它等一下就吞下去，等到它觉得安全的时候。那其他的部分呢，就是这些粉呢，我觉得所有饲料对我来讲都不会浪费啊。像这种东西啊，就是沾了粉之后它就会变软，然后变黏。那如果说你要让它更容易沾到，就是你的饲料上的话，就是把它就是湿的时候再沾上去，它们吃。青蛙只要吃下去就可以，它吞下去了。好，结束。那我看他要不要再吃，不要浪费。我想他应该暂时不想吃。好，就先这样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。我觉得以方便性来说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尺寸大的饲料。3种饲料里面，高够力是最大的，最不方便的，我自己觉得是 Roommate。不过，如果我猜你很熟练的话，搞不好可以把它弄成一个超大的球。那这样子可能一次。你的蛙的尺寸如果是15公分，你一颗超大的球一次也可以搞定。不过海丰的饲料已经决定了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小的饲料。那它的这个饲料呢，如果你有养乌龟的话，它其实很像乌龟饲料，它那个尺寸。所以说，我觉得那个尺寸，这个饲料它可拿来喂乌龟是好的。但是角蛙我觉得不行，因为它会把喂食的时间拖得很长。我个人是不会选这种饲料。如果你刚好要买角蛙饲料，希望我们可以帮到你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，请订阅我们，我们会一直给你最新的资讯。谢谢。